你学健干健湿，你学干透浇透，你永远学不会浇水。99%的养花人都在犯这个毛病。看咱们花友在小小的花盆里边挖呀挖呀挖，咱们听他的描述，感觉这土摸着稍微有点潮乎气儿，上面都结斑块，然后这你看这叶儿就老是有发黄，然后它自己就掉了，是不是干啊？是吧？误区出来了，土湿不敢浇水，怕烂根儿。植物黄叶，看我视频说的是缺水是干啊，浇还是不浇？什么时候浇？给你造成你不会浇水最大的误区就是它挖呀挖呀挖盆面的这些土。兄弟们，看我的这个种植，我把盆面的土挖呀挖呀挖，一挖就露根儿。哎，薄薄的一层土，你和我养护的种植区别就在盆面的这一层土。盆面土多，夏天盆土温度高，水分散发不出去，直接闷根，植物根系闷在花盆里边，直接闷根死亡。冬天通风不好，盆土温度低，盆土干湿循环慢，盆面土干，底部很湿，植物根系缺氧，对吧？这个就是积水。你们种植的时候啊，你们是看盆面土干，它是只是土干。根系周边它很湿，我们把盆面土拿掉，或者说种植的时候浅埋浅种，它盆面土干是什么干？是根系周边的土壤干，这个是真正的干，你那个是假干。我这个种植方法，浇水以后，水从花盆底部流走，盆土表面空气跟随水流下沉，它能进去，根系能够呼吸，能喘气儿。能喘气儿，它才能吸收水分，才能吸收肥力。你这么种植，你浇水以后，它这个根系埋得太深，表面的土层太厚，它空气进不去啊，空气进不去，根系它缺氧，它不喘气儿。你浇200公斤水，你施200公斤肥，它也不好使，它不呼吸，不喘气儿，吃不下去饭。所以你家花养不出来这种效果，叶片油绿占亮的啊，你家花不是感觉缺水，就是感觉水大了，本质原因都在这儿。那咱们应该怎么做？咱们只需要把你家花盆表面这个多余的这个土怎么样，给它拿掉啊，拿到什么程度？盆面可以稍微露出来那么一丢丢根系啊，你放心，这点根系它啥也不是啊，它影响不了你家植物。或者说你种植的时候，它这个每个植物都有原土球啊，有的是黄泥巴，有的是叶糠，你要把这个黄泥巴给它露出来，露出盆面。同样的，我这个盆它也露点根，它根死就死无所谓啊，重要的是让它花盆里边、花盆中间这个位置这个根系它能够呼吸，能喘气，它才能有正常的吸水的能力，它才有正常的吸肥的能力，这样会极大的增加你浇水的容错率。像咱们视频当中的这个柠檬啊，相对来说吸水啊，你可以盆面微潮啊，摸着盆面土不沾手了。有点凉，但是土不沾手，衣服在洗衣机里甩干的这个湿度，咱们给它浇水啊。你像视频当中的福禄虫比较耐旱的，咱们可以等盆面扒拉扒拉完全干了再给它浇水，这样你不就会了吗？你浇水以后，它空气能进去，即使你土里边的这个含水量大一点，它也没有问题啊，它容错率提高的很多。水整明白了，你想让植物壮壮苗，咔咔长根啊，你再用咱们的咔咔长根肥，是吧？你想说我让它叶片更多，开花更多，我要催花，我要让它长叶，咱们再针对性的选择通用型的营养液或者是光花型的营养液进行催花。那么只有这样，它植物它才能够呼吸，能喘气儿，喘气儿的时候，它才能把水当中的一些肥力离子形态的一些肥跟水跟肥同时吸收到植物体内，进行一个光合作用，进行一个利用。这样你浇水会了，你施肥也特别简单啊，你这个植物马上就感觉非常好养。别忘了点赞关注啊。